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陈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老陈的钢笔世界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，我买了几支有趣的笔。这个被墨水喷到了，好，不管。好，那个我在网络上买了一些中国制的笔，那这两支我目前还没有上水，那晚一点会就是来做给大家看。然后先从这两支开始介绍起。好，我之前才做了那个派克75的影片啊，然后这两支就是仿的派克75。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支，我个人觉得做的比较像一点，它是永生的笔，它叫做永生500，然后它写永生500 Made in China，然后有一个 W 在上面。那这个凹顶呢也做的还可以。就是以中国笔的而言，就是我觉得它的品质算不错。然后笔盖呢，有一点阻力，但是很扎实，扣起来感觉很扎实。好，打开了以后看到这个笔尖，好，笔尖的形状做的非常像，然后握位呢也是一样有三角握位，只是它的这个前面这个金属环上面没有刻度。那它原本里面的是这支吸墨器，还是哪一支没有，它原本里面就是这个吸墨器。然后我原本用它附赠的卡水，但是卡水屁股太大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套不进去。后面发现它这个塑胶有一个塑胶的，它的螺纹是塑胶的，然后粘在这个金属笔杆里面，所以应该是因为它这个塑胶太窄，所以它的附的卡水屁股太大，所以卡不进去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再给各位看，就是它的屁股长什么样子。那这支笔呢，它的笔舌也是，笔舌的设计也是完全跟真正的派克75是一样的，就是它的鳍片是拔不出来，然后笔舌是只有一根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转，但是不太好转，会有一点阻力的感觉。好，插进去的时候需要用力一点，然后随便转一个角度。好，我就先一起讲完，就是外表跟就是我对它的看法，然后我们后面再来做出一些测试。好，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就是这支笔是算还不错的笔，以它的价格而言，就是在露天上买的话，一支只要200块吧，还是200多，忘记了。然后看不清楚，但是它的这个笔盖的盖子里面的设计也是跟就是派克传统是一样的，是早期的盒盖，就是它是有很多个爪子，金属爪在里面抓住你的货位的。那这支是英雄的50，对，你有看到它刻的字体，它也是企图想要仿派克，但是质感有差。Made in China 50 Hero Made in China， 然后好像这个笔夹没有对齐任何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算了。然后这个顶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点锈斑那样的东西，类似。然后握位呢，握位不是就是没有三角握位。然后呢，某种程度上来说呢，它的笔舌也是可以转的，但是不一样，它的笔舌是用螺纹固定在就是你的握位里面的，所以它的尖的形状设计跟派克75很像，但是就只是外形很像而已。然后笔尾后面还有就是刻出假的，就是这个屁股，但其实就是派克75我那一只就是不锈钢杆的款式就是屁股是没有另外的盖子的，所以它刻这个是蛮有趣的。然后笔盖盖起来呢，也是还是算蛮紧实的，我觉得蛮喜欢这个感觉。那它原本里面的吸墨器是
这一支，就会发现它嘴巴比那个欧规的大，那可能就是连这个都是学派克的尺寸。好，这支吸墨器就是其实蛮长一支的。好，这是卖家附赠给我的卡水，然后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屁股蛮大的，但是这一支笔管呢，内壁很薄，所以不会卡住，就可以正常使用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再来第3支是这一支。这一支也是仿派克，我最近就是爱上派克。那是外观是仿 Sonnet 商来，它也是中国的笔保尔的388，好把盖，它的内盖就是跟传统的五爪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这支笔尖算是我觉得这几支里面算是我个人觉得最好写、最划算的，但是它的图案这个字我实在是不爱。那这个笔身呢，就是这个纹路我还蛮喜欢的，然后绿色也是我还蛮喜欢的颜色。然后它的设计是可以套盖，不太会掉，但我个人习惯是不套盖。重量的话呢，还可以，套盖的话还可以。刚刚忘记讲这2支能不能套盖了。好，这个永生500是可以套盖的。英雄50也是可以套盖的。然后重量上来讲，因为笔身本身是金属的，那笔盖虽然也是金属，但是很薄，所以就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那这一支，刚刚那支保尔的钢笔就是附的吸墨器，这个是比较现代化的旋转式。然后这边这支另外一支按压式吸墨器是，我手上这支假的144的那个，然后首先它是拔盖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的盖子设计还不错，就是拔的感觉蛮好的。然后，这整个质感还不错，像是它这个笔环啊，就是有做出细粗细3格，就是比金豪的159还要好很多。然后看起来也就是有更像万宝龙。然后它的笔尖上面是印了一个 Lucky， 然后 China， 然后这个 China 好大，我实在是有点不爽。不过算了，反正它就真的是中国制的，虽然我不喜欢中国，但是这也不重要。然后好，那个笔舌是看起来像是硬橡胶，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。然后这一支笔，我才刚装上墨水，还没有写过。然后装的是欧规卡水，很奇怪，就是卖家付给我一批欧规卡水，但是，可以装在这一支保尔钢笔上面。有看到它比较长，这个是中国制的欧规卡水，很奇怪的规格，就是比较细、比较长，但是它的口径就是没有办法卡在我这一支假的146上面，假的144。好，其实它的名称是30多少，它叫，对不起，不是30，是20，Lucky 2003。然后一样是可以套盖的，然后套盖也不会有就是重心不平衡的问题。然后所以这几支笔呢，就是以廉价笔来说，就是我个人到目前都非常喜爱这4支。然后这边这2支呢，是我还没上墨，我现在要来上墨。好，这边这一支呢，是大家应该看得出来，他是想要仿派克的，他是想要仿派克51，正确来说，他是想要仿一支仿派克51的笔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笔盖上面，它有可以，我流手汗，就是留下很多汗珠，大家就看不清楚。
笔盖上面有非常浅的刻字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很清楚？好，真的看不清楚。Made in China， 好，他是想要仿那个英雄616吧？对，它是假的英雄616，然后是不可拆式的吸墨器，就是墨囊啦，压囊上墨。然后因为就是有玩中国笔的话，应该会知道，就是英雄的一些仿派克，51的笔款，是在中国还蛮有名的。然后呢，笔盖的内盖呢也是一样看不清，但是它一样是就是有4只爪子的设计，然后盖起来的感觉还蛮好的，就是蛮紧。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把它盖起来之后，它可以这样摇动、晃动，而且它不会刚好停在这个环，就是所以这个盖子其实有点大。那我就不确定这样子会不会有气密性不佳的问题。那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让时间来证明一切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帮它上墨，我要上的是传说中非常可怕的美国墨水 ，Bay State Blue，Bay State Blue Noodler 湾州蓝，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蓝色。吸不太上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它里面这一根神秘的呼吸管，哦，好，可以了，原来多压几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有趣的画面。好，吸上来很多泡泡。好，如果没有办法吸到很满的话，就算了。据说这个 Bay State Blue 它的蓝色是就是酸性是蛮强，会腐蚀一些东西，所以不过算了，反正这只是一支60块的超廉价中国笔，大家可以去露天上面找那个打英雄616应该可以找到，那个卖家会跟你说这个是假货，然后他只卖60块，很便宜。这就是我唯一买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超便宜，所以我就买了。那我之前有讲过，就是我不喜欢这种，就是你看不到一整片笔尖的笔，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你很漂亮的笔尖，然后这样子就是只看得到露出来一个头的话，就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设计的。但是因为它实在太便宜，而且就是毕竟派克51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设计，而且其实，在他们那个时代，就是所有笔尖都是露出来，但是它能做成这样的话，就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很前卫的设计。所以好，反正它这么便宜，那我就收一支假的来吧。好，那么这一支呢，也是一个笔尖很特殊的笔，这个是永生的，我忘记它是多少什么型号了，永生233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在模仿那个西华的胜利剑。很有趣的是，它这个笔舌有没有在这边有一个假的潜艇的吸管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中间这个部分是不是能抽出来，还是它只是做成这个形状？看起来应该像是好像能抽出来，但是不知道，这个实在太神秘了。
好，一样跟其他就是中国老笔一样，它是这种囊压上墨，而且压囊上墨，而且是这个固定在上面的压囊。好，那我们来用就是一个中国的墨水 AVG 就是美国空军志愿团，就是在2战时间就是来中国作战的空军士兵。好，吸了一些，不管它有没有吸满，我不需要吸太满，我只是等一下测试写一些字而已。好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买一支那个胜利坚的笔，西华的，然后尤其想要买那个潜艇，因为潜艇这个设计实在是太酷了，但是目前还没有入手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一支假潜艇开始吧。它的笔盖设计一样是，就是里面有几个爪子，这个是5爪的，然后非常紧到我刚刚甚至一度拔不开。好，我们来写一些字，这支是永生。我刚刚擦掉太多了。永生233。假西华，好，这些中国笔都只有一种笔尖，所以我就不写，就是它是什么粗细。然后墨水是潭水 AVG， 所谓潭水就是中国钢笔论坛出的墨水。那这个颜色就是有点带卡其绿的颜色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反面书写。反面书写也可以比较刮一点，然后比较细一点，但是因为它正面就没有到非常滑顺啦，所以有滑顺一点，但是所以反面书写你不会觉得不舒服。好，反面书写的水量以这样子来说还算是就是蛮丰沛的。那简单来说就是这支笔。我现在看，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不错，就是接下来会常常把它拿出来玩吧。好了，再来看这支假派克51，假的 Hero 616，就是中国真的很厉害，像是什么，就是他们的笔厂很喜欢跟外国学习。但是竟然还有学习他们自己学习外国的笔厂，这是2度学习，很厉害。仿派克51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应该算是仿派克51还是仿派克21，因为我记得51跟21都是这种，就是尖包藏在里面。这一支尖就很滑顺，很好写。然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墨水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它很快就干了。那这个墨水还蛮神奇的，因为它其实看起来出水是蛮丰沛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背面，背面书写也很滑顺的，好神奇，好厉害。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。然后线条很细，但是你不会觉得刮纸，然后出水量也蛮多的。好，那怎么办？我开始有点喜欢这支笔，它竟然才60块，而且又是我很不喜欢的设计，就是尖藏在里面。好，我应该会常常拿它来灌各种就是不安全的墨水，什么防水墨水啊，像是这个万州蓝，然后可能就是我这个里面的这个透明的这个细墨囊，就是染成蓝色洗不掉，据说会洗不掉了，但我们就慢慢观察下去。
好，捡到宝60块，竟然这么好写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就是一样，就是我前面讲过，我怀疑有气密性的问题，但这个就是慢慢观察。好，那再来是这只叫什么 ？Lucky， 2003。Lucky 好像是永生的副牌，因为我有一只永生698的金尖，上面图案跟这个很像，那也是写 Lucky， 只是它上面没有写 China， 它上面写的是14K，14K 还是几 K？12K 还是10K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14K。好，这个是仿144，应该是144吧？我其实不知道144还是145，反正就是万宝龙148系列的细的笔，我是装卡水或吸墨器的。然后这支笔的笔尖呢，我觉得还就是写起来也还算是滑顺。那如各位所见，出水有点卡卡的。我现在装的墨水是卡威口的黑色，背面也还可以。背面也蛮好写的，那这个还蛮神奇的。这个好像是，应该是就是早期的中国笔，那很多人也说什么永生或者是什么，甚至是英雄什么，都是早期的笔做的比较好。那我发现，好，似乎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这一支假的派克75。永生，我发，这样回想起来，我有超多永生笔。永生这是多少？500。不错，这支笔叫500。我最喜欢的歌手就是吴俊霖500。好，那这支笔我以后也要常常把它拿出来写。然后是仿派克75。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笔尖，它其实有一点弹性，但是就是上下移动的弹性，就是在你写字的时候会给你一些 Q 弹的感觉，但是就是粗细变化不大。这个有点像那个万宝龙1912，就是它的弹性是两边一起往上下弹。那因为它这个尖的上面是平面的，所以它弹性是一起往上下弹，它不会有，就是你如果是曲面的话往上弹就会有开合，所以这个尖它的粗细变化就不大。那笔尖滑顺好写，出水量还算节制。背面的话，背面就稍微刮一点，但是还是可以接受。然后粗细的话变化不大，但是因为就是出水量更少，所以会就是看起来更细。那这一支我会说背面比较不适合，像是这一支就是假的 Hero 616，就是背面写真的非常好写。那这两支的话，就是背面就算是堪用，但是就没有那么好。然后再来是英雄50。哦，这个永生跟英雄用的都是那个卖家送给我的卡水，但是我是把卡水倒到吸墨器里面，因为卡水屁股太大了。应该也是中国制的蓝卡水吧，蓝黑色卡水。好，这个也是仿派克75。好，我字真的很丑，对不起大家。这一支笔尖呢就比较硬一点，我手一直沾到了，不过算了。
但是还是算划算，好像没有500这么划算，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出水量的话呢，好，那可能也不是出水节制，可能是就是这一款墨水它还蛮容易干的。背面书写就很划算，然后你会看到出墨量也很连贯。那这一支英雄50的背面书写就比这支永生500好。我改天应该来试试看，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尖片拆下来互换，说不定可以。改天来试试看。好，那个英雄50的笔盖没有办法盖到永生500上面，但是永生500的笔盖可以盖到英雄50上面，因为永生500比较粗。好，最后是这支假商来，这支笔杆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那个有一种假的赛璐璐的感觉，但说不定它真的是赛璐璐啊。好，我觉得应该不是。这个花纹真的蛮漂亮，而且，我觉得哦，它里面是有金属构件，而且这个材质还蛮厚的，所以握起来的手感很扎实，很棒。我其实蛮喜欢这支笔的，保尔。好了，既然是中国笔，那就写简体字。保尔，这是多少？388，388。这个笔尖，蛮滑顺的。当然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就是它比较粗一点，那就是1点比较大，当然就是会有比较滑顺的效果。但是，就是我觉得是以中国笔的品质来说，算是蛮棒的。好，一样，这个墨水还蛮快干的，或者这个纸很会吸它，所以看起来都不滑顺，看起来都不湿润，出水都没有到很丰沛。背面书写的话，就有一点刮的感觉，但是出水量就是都很好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小特辑，就是买了一些中国笔，然后算是有点类似半开箱的性质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。那未来也会把这一些笔每一支都做一个详细的介绍，这2支可能会一起介绍啦，然后其他应该会分开介绍。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买一支真正的商爱来比较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入手一支真正的144或者145，然后真正的派克51嘛就没有那么想，但英雄616可能可以，因为就是中国笔很便宜。然后这个永生的对不起，不是永生，我已经有永生。那个真正西华的胜利剑，我也会想要买一支来玩玩看。好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陈。那么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觉得这个频道很有趣的话，就帮我按个订阅，谢谢各位。我是老陈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